如果你现在每天加班到深夜，省吃俭用，银行卡里的数字却永远跑不赢通胀，那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被教错了。学校告诉你努力读书、拼命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可现实呢？阶级早已固化，你加班到吐，不如老板的资产涨一天。普通人靠出卖时间和体力很难跨越阶级。婚姻创业是少数人的运气，而大多数人真正财富逆袭的快速通道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等待下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危机，去捡巨头倒地时掉下的血淋淋的筹码。每一个时代的大富豪骨子里都是灾难的捕猎者。1999年互联网泡沫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如此，2020年新冠危机依旧如此。所以不要再像一个鸵鸟一样祈祷危机别来。今天我就帮你转换成猎人的视角，像狼一样死死地盯着下一个危机的导火索。很多人把危机当成意外，觉得是运气不够好。比如说新冠危机是因为天灾，08年雷曼兄弟崩盘是因为太贪婪，这叫外行看热闹。而真正懂经济的朋友们都知道，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整个金融系统内部的债务和流动性周期的衰竭。因为整个现代的经济体系就是信用扩张，说白了就是全世界都在通过借钱或者印钱来发展经济啊。我们知道，无论钱是借的还是印的，都是要还的，还不上的时候，这就出现了经济危机。那么下一个危机会是什么呢？之前发生过的危机肯定不会再重演了。因为监管层方面已经补了漏洞，而下一个危机一定出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甚至觉得安全的地方。那具体是哪里呢？我认为有两个方向：第一，影子银行；第二，国债啊。我先说说银行，可能是08年那次次贷危机导致大家都有了心理阴影，所以总盯着传统银行。但是我认为现在真正的风险在影子银行，也就是信托、私募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啊。什么是影子银行？就是那些个不受美联储监管，但做着银行的生意，在暗地里操盘几万亿贷款的私募和信贷巨头，比如说黑石、阿波罗、喜达屋这些巨头啊。为什么我认为影子银行可能会是危机的导火索？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最火的、全美最瞩目的 AI 算力巨头 CoreWeave。CoreWeave 这家公司的估值高达480亿美金，手里掌握着全美最庞大的英伟达 GPU 算力芯片啊。但如果你去看它的资产负债表，你也会惊掉下巴。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惊呆了。这个公司的总资产是555亿，其中508亿是借的，资产负债率高达91%，这说明它的资产和估值全部都是由高利息的债务堆出来的。它是怎么玩的呢？它每从英伟达手里买一批芯片，就立刻把这批芯片当成抵押物去申请下一轮的巨额贷款，套出来的钱再去买新的芯片，这就是资产抵押循环贷啊！这么疯狂的加杠杆，传统银行肯定是不给他放贷的。那么这90%的借款是哪儿来的呢？谁给他放的贷？答案就是私募信贷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影子银行。黑石、阿波罗等等这些不受美联储监管的影子巨头，他们联手给 CoreWeave 提供了上百亿的贷款啊！你以为 CoreWeave 只是个别例子吗？那你就太小看了华尔街的胃口了。现在 AI 算力云的债务军团已经成群结队了，紧跟其后的 Lambda Labs， 一个净资产不到10亿美金的小公司啊，先找麦克里银行借了5亿，又找摩根大通借了10亿，资产负债率都超过100%了。此外，还有亚太算力巨头 Formas借了100亿美金黑石的影子贷款，这样的公司实在是太多了，甚至连全球顶级的大模型巨头 Anthropic 都在今年6月被爆出从黑石和阿波罗借了350亿美金的私募信贷。整个 AI 行业的繁荣有超过3500亿美元的债务窟窿啊，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靠着这些影子银行用不透明的黑盒子资金撑起来的。我们冷静地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一旦未来的 AI 算力需求稍微放缓，或者 AI 硬件的买方，比如 Meta、甲骨文、微软等等，下调了资本开支啊，那这些 AI 云企业的现金流就会瞬间枯竭，他们这些靠债务堆起来的资产，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堆不值钱的电子垃圾啊！到时候这些 AI 云企业的股东大不了破产。但你说黑石这些影子银行手里捏着价值大幅缩水的抵押芯片，他们该怎么办？这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啊，华尔街大佬亏钱，关我一个普通人什么事呢？那我想跟你说，主要就是关普通人的事啊。
这些影子银行借出去的钱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只是收手续费的贩子。因为在法律上，这属于投资亏损，风险由买这些理财产品的人承担。黑石大佬们豪宅接着住，豪车照样开啊，但是投资这些影子银行的企业养老金、保险公司、大学基金等等，他们的账面上就会出现大量的坏账。如果引起了企业养老金的暴雷，你就会发现，普通人工作了一辈子到退休了，公司的养老金账户却亏空了，你的退休金缩水，甚至发不出来。坏账如果引起了保险公司现金流的断裂，你就会发现，当你生病需要理赔的时候，他就开始百般推诿，甚至直接破产清算，你的保险也白交了。这一切都属于连锁反应，他们可能会逐步的传导，也可能会同时爆雷啊。所以现在的科技繁荣，本质上就是影子银行把普通人养老的钱、看病的钱和疯狂的 AI 基础建设绑在了同一个火药桶上。如果亏空太大，火药桶炸得太猛，就会引发金融界的系统性危机啊！就像当年抵押房子的次贷危机一样，这回就变成了抵押 GPU 的影子银行信贷危机啊！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最终会为了不让社会动荡、维持经济稳定，被迫出手。而美联储救市的钱从哪里来呢？只能打开印钞机印钞啊！那我们就要聊一聊第二大潜伏的巨大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你也可以直接称它为美国国债危机啊！在过去，每当危机来临，大家习惯了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出来兜底啊。2008年次贷危机，美联储搞量化宽松，美国政府印钱买下了华尔街所有的烂账。2020年新冠危机，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美国政府直接全民发钱。听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政府的钱是无限的，政府的钱也是借的。我们来看一组让全球所有经济学家都感到窒息的官方数据啊。根据美联储数据库的公开记录，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国债总额只有不到6万亿美元。到2020年新冠爆发前，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3万亿美金。而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恐怖的39万亿美金。我们可以发现，在2008年以前，曲线的走势还算平缓，但近几年它逐渐变成了一条抛物线啊！这已经不是在正常的借债了，而是疯狂的透支整个人类未来货币的信用。这时候肯定就会有人说，美国有美元霸权，只要全世界还用美元，它就可以一直无限的续杯。我想说的是，美元霸权确实现在还是霸权啊，但是无限续杯是不可能的。数学的铁律连美联储都无法违背啊！美国去年的 GDP 增长速度最多只有2%左右，但国债的增长速度却超过了6%，再加上过去几年的高利息、高通胀，美国现在就这39万亿的债务的年利息就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金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2025年的财政总收入也就5.23万亿美元，可光是支付债务的利息就要花掉将近1万亿。收进来的税有1/5直接消失了，那请问本金还怎么还？根本就还不动啊！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最典型的国家级庞氏骗局，就是不断借更大规模的新债去还老债的利息，通过制造繁荣的假象来诱骗更多的新资金加入。美国国债现在玩的就是这个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啊，但这个游戏也是有天花板的。在近期的美债拍卖中，已经多次出现海外央行疯狂减持的现象。当大家发现美国连自己的债务的利息都要靠印钞机凭空印出来的时候，美元霸权就已经进入了慢性死亡的倒计时。而美债的终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20年全球所谓的繁荣，本质上是靠印钞机和借条堆出来的。这就像一个不断涌入空气、无限吹大的气球啊！气球越来越大，气球壁就被撑得越来越薄。如果债务增速的趋势一直这样下去，这个气球无非就只有2种结局：第一，债务就像源源不断的空气，彻底把这个气球撑爆啊；第二，随着气球壁越来越薄，它的抗风险能力已经降到了冰点。这个时候，任何一个略微尖锐的东西都能瞬间引爆它，可能是一家影子银行的突然倒闭，也可能是某个国家地缘政治的摩擦。我不是预言家，我也不确定具体会因为什么，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多米诺骨牌被推倒，都会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级的崩溃。所以你会发现，危机和运气没有关系，经济危机不是可能会来，
而是整个金融系统的底层逻辑决定了它必然会来。朋友们，把我们今天聊的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你就会看到一幅画面。影子银行把全社会普通人的养老金、保险金拿出来借给 AI 算力云集团，而他们资产的90%都是欠条。一旦 AI 泡沫破裂，影子银行发生挤兑，最终兜底的美国政府自己也背负了39万亿的巨债啊，连利息都快还不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明确的告诉你，我在等待下一个金融危机，因为这一次金融系统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加满了杠杆。当下一个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政府的手里已经没有了无限印钞的特权，因为如果再印美金，美债就更没有人买了，政府就无法借新债还旧债了。当还不起国债利息的时候，美债就崩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些恐慌，但我想告诉你，恐慌是弱者的本能，而危机才是强者的猎场。有一个词叫做创造性毁灭，它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提出来的。旧的烂资产不被消灭，新的生产力就无法释放。对于没有原始积累的普通人来说，在风平浪静的阶级固化时期，靠出卖劳动力很难赶上资本增值的速度，而等待资产价格的暴跌才是跨越阶级最快速的通道啊！我们知道新冠危机爆发，美股熔断了4次，全球的大宗商品暴跌，可口可乐都腰斩。当时无数人绝望割肉，但是留有现金并且抓住机会的普通人，在那个时候果断买入了核心优质资产，或者定投了优质高股息股票。之后随着流动性的大幅放水，他们的资产翻了数倍。如果没有那场危机把资产价格砸出黄金坑，财富如何才能重新洗牌？好，作为一个稳健的投资者，在等待下一个危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我们必须要修建自己的诺亚方舟啊！在危机爆发的初期，全市场最缺的就是流动性，那时候现金为王，所以第一点必须手握现金，而且必须是纯现金，而不是锁死在理财产品或者房产里的纸面富贵啊。第二点，轻杠杆。如果在危机来临时，你身上背着沉重的房贷、车贷或者经营贷，很容易被危机的浪潮直接拍死。因为危机一旦来临，往往伴随着大量的失业和收入降低，你的现金流会第一个出现问题。那第三点就是投资自己。危机来了，资产会缩水，货币会贬值，但唯一不会被危机夺走的，就是你的认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在任何一次的危机中，有2种人永远不会失业。第一种是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而存活下去的人，比如有大量客户资源的销售；而另一种是在某个细分领域具有不可代替性的专家，或者拥有独特技能的人，比如说除虫专家。好，具备以上这3点，我们就可以在危机中游刃有余。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啊！下一场危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我们知道机会只留给准备好的人。免责声明：以上内容均为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关注我，带你看懂全球金融市场，把握每一次时代变迁中的机会。点赞、订阅、评论、收藏，美股投资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